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关心到的是，现在习近平在震撼军权吗？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在张又侠跟刘振立落马之后，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事情是，是否有践踏军委主席这个负责制的这个制度曝光哦。那么传现在军中恐怕爆出辞职潮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在爆发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德国之声是马上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张又侠跟刘振立落马之后，解放军报这个1月25号的社论特别讲到了说，这两位现在正在接受审查调查，算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反腐行动的再一次的胜利。不过呢，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他的文章第二段，德国之声的文章第二段也特别写到了5个严重，帮观众朋友稍微念一下。这当中包括写到，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军委信任的一个重托，还有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甚至是严重助长影响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等。今天特别做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他这当中特别提到的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的负责制哦。我们先来看到为什么解放军报这时候对这两位所提出的5个严重，那么刚刚特别提到的严重违背的主席军委制度，这个又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赖老师怎么看？是这样子哈，因为我觉得张又侠他本身一直受到习近平很高度的信任，充分的信任啊。这个也可能跟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因为他的父子辈，他们基本上在过去是同事，都是在陕西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的父亲原来在陕西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后来红军当时2万5千里这个我们这边叫做他们逃往大陆叫做长征的这样的一个2万5千里的运动中，到了陕西落脚的时候，本来习近平的父亲他基本上是可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他们非常遵守党中央的这个，也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所以他马上把这个整个权力交出来，也就是由当时以周恩来、毛泽东等为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指挥领导，所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这个是后来所有的共产党那边在党的军队里面跟党的制度中，对于习仲勋就习近平父亲的评价一直非常高，因为他的父亲一直非常严守这个党的伦理、党的行政的纪律。张又侠的父亲在当时也当过相当高的职位，那么到这个1949年吧，还是一个上将而且当过副总参谋长，就是地位都非常高，也当过总装部的部长，也是陕西人，在这个地方也曾经战功也是很显赫，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一般估计他们很有可能都在大院里面长大，那因为这个习近平的父亲最后是当到副总理嘛，地位是比较高的，然后他的张又侠的父亲的地位是比较低一点的副总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块长大的情形下的时候到后来他们又开始习近平开始回到中央，因为本来一直在地方当大员嘛，在福建这个地方工作了很长的时间，那开始回到中央去工作的时候，张又侠一直非常受到习近平的重用。那一般来说，习近平对他是很信任因为是红二代，红军的第2代那也一直很信任，所以很多的权力事实上是由他来去处理军队的事。张又侠其实在军队里面是有贡献的，所以你看到他们讲的毛泽东时代的几个案例中，就是不能够因为你有功劳而去破坏了哪一些制度，或者有涉及的贪污腐败，那功过之间不能够相抵的有这样的一个讲了很多案例，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指涉性的一个讯号。我个人认为说，第1条跟第2条它会列出来，主要的就是习近平对张又侠这么的信任，那张又侠就应该要完全的忠诚的执行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指示，甚至要对习近平负完全的责任。可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么多的人事的弊案
这么多的人事弊案，很多人都是跟张瑞霞有关的，也可能是张瑞霞推荐的，或是提名的，然后最后由习近平拍板定案，那都是信任嘛。我就说他信任张瑞霞，接着就委托给他来去，结果怎么会一个一个弊案都出来？最后涉及到的是系统性的贪渎案，那这个就已经违背了习近平对他的一个信任了。我觉得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会提到您刚刚讲的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我的推断了哈，就是有很多的决策或者有很多的公文应该要送到军委主席来批的，那很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对于张月霞的信任，很有可能很多公文或者很多的决策，那张月霞就说我负责到这里就可以了，没有往上送。我的推断了，这个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啊，没有任何根据。那合理的推断就是说，有很多的决策应该是要送到主席，但是却变成是在副主席就代行就决行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军方也发生，其实在过去的国民党也曾经发生啊，也就是说，常常在军方里面代为决行的这种情况是常常出现。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啊，例如说本来这个文应该要送到国防部部长，但是这个总长比较强势，他很有可能就是说我说了算，我负责。对，啊，那就公文就不送到部长。我过去在部长那边啊，在国防部工作过，啊，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帮部长他们草拟一些文案啊法案，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啊，这个在有些地方你碰到比较强势的一个干部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说了算了，我定了就没有往上送，那底下的人不敢讲话。那主席或是这个老板、大老板不知道，因为公文没有到他那边来嘛，或者很多的觉醒没有到他这边来，下面人就把他挡掉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军队里面也过去也曾经常常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有可能在解放军也发生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第二条，就严重的践踏、破坏主席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就是应该由主席来做决断的。很有可能副主席就代行决行了，那这个就破坏了主席负责制。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回张幼霞落马的原因很多，当中包括违背了领导、违背了主席哦，那还涉及到说各种的，或许有涉及到的贪腐案。那另外就是说他落马之后，接下来的位置会由谁来递补上？等一下我们请委员来带我们看，习近平会不会拔擢一些比较新的军系人马呢？等一下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到是，如果是依照台湾的这个国防安全研究所的分析，依照中国的国防法的话，一般来说，惩处这一些涉案的高阶将领是由中央军委的职权来做的事情。尤其回顾一下，当年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0月的时候，何卫东落马。那时候的官宣是写的是党中央还有中央军委来做决定，开除他的军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张幼霞跟刘立东落马，却官宣只说是党中央，并没有提到中央军委哦，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等一下请教委员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央军委，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接下来会有谁来递补上呢？这个位置，中央军委现在这个圆满编是7个人，那4中全会之后只剩下3个人，当中包括了习近平、还有张幼霞、还有副主席张升明跟刘立东等人。那么现在军方将领出身的中央军委，唯一现在看得到的只有张升明，委员怎么看？一定会递补中央军委，因为这个中央军委的体制在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上啦，是一个体制性的机制，所以人员会有出缺，但是体制会存在，所以中央军委应该还会再找新的人来递补啊，这个不用去特别担心他找不到人，他可能再想一想看谁比较适合，赖于谦啊。还是李正杰在挑的当中啊，谢谢你啊，这个幽默一下，幽默一下。目前为什么没有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因为人数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用中央军委开会来决定。因为如果中央军委决定，就是中央军委的人数开会决定。那现在人数不够嘛，所以不可能中央军委来决定，就由党中央来决定。因为对于这个共产党的体制来讲，党中央的位阶是在中央军委之上啊，而且他们自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之后，一直都践行一个制度，只准党指挥枪，不准枪指挥党，就党大于枪啊，军队只能听党的命令。
党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啊，就是不许异议。这个很类似欧美国家所主张的一种概念，就是文人领军啊，只准文人指挥军人，不准军人指挥文人啊，大概就是同样的概念啊，同样的概念啊。那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一个运作方式，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它动员的举国的力量，有时候不是军人所平常接触的范围嘛，而且很多战略安全的考虑现在那些军事安全专家非常的多所以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转型。但共产党转型就是他想要变成一个政治的军队，一个革命的军队，所以他不可能用传统的那种什么冯玉祥啊，这个孙传芳运作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会提拔新的军系人马，而且他可能要回避到旧的团体，因为解放军长期以来就一直有几个问题习近平是想要打破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院子弟。什么大院子弟？刚才赖教授有提到就是我们大家同一个这个干部院子里面长大的小孩，然后别人再怎么努力都升不上去，可是你只要是我的谁，下个条子就一直升上去。所以解放军的升迁制度很明显的被这个大院制度所破坏。第二个就是从解放军习近平上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在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解放军的贪污这么厉害吓死人所以习近平觉得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所以他就动手来整顿。那整顿到现在这么庞大体系，已经整顿10几年了这个还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其实我也蛮讶异的现在张又侠跟刘振立从他的里面所谓5个严重，我的感觉跟判断分析是认为说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抗命，抗命有严重的抗命，不是普通的抗命，到底什么抗命现在并不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有在军队里面搞自己的派系，所以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自己人拉拔，不是自己人就不准拉拔没有军队里面要讲功绩制谁有多少成绩、多少成就，然后多少这个记功嘉奖，以这个来作为升迁标准。那可能解放军很多这样被破坏掉了，而这个是违背习近平的一个主张。习近平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党内你注意看他党内的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没有沾亲带故了，已经没有红二代了。这很不容易你要知道对吧？因为有时候红二代就我爸爸是一条龙，我就是一只虎所以什么职务都要对习近平来讲，他是觉得共产党要往更现代化去走的话，这种情形就不存在所以你看政治局委员里面就找不到有沾亲带，而且没有红二代，有了一个就是习近平，其他没有了。所以习近平这个改革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军队里面其实这种沾亲带故在解放军里面更严重国民党的军队以前也是现在经过他们军官学校训练了以后，像到赖教授这个厉将军，他们这个时代已经很少了已经很少。我觉得这是个进步了那你说把这么大的官给开革会不会很严重？当然是很严重，可是美国才发生那个川普一上来就把那个联席会议主席给开革了，米勒是不是？对，就把他开革，还要把他移送法办，我觉得实在是很搞笑所以各国都会有类似的情形。但是习近平只要有心改革，解放军就是一个能战的军队。否则解放军如果他的军中的职务是靠人事关系、靠这个贿赂而来的，如果真的要他打仗，他怎么会打仗？是他保本，他干嘛跟你打仗会有类似这种情形。那我认为他没有所谓的削弱军方权力，因为本来这个解放军的制度就是要调动一个连都要军委会主席手令才能够调动那这个弱化军队的权力不会啦，因为党指挥枪权力在党，不是在军队，所以他们每一个军队里面都有一个指挥员，然后再加上一个政委那政委其实也是军人，不过政委直接听党的那任何命令都要2个人签字才能够执行。这套制度自从在那个苏联共产党开始实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
确保军队是一个政治的军队，也确保军队听党不会变成各自山头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制啊哈。那所以我是觉得没有所谓弱化军队，也没有所谓习近平想要大权独揽啊，他也没那么多时间了啊，所以还是要把这个制度运作起来。那可能张又侠真的出了很大的状况，要不然不会立案审查调查。对，但是绝对没有像那个《华尔街日报》所讲的什么泄露核子机密，那根本乱讲一通。为什么泄露核子机密不是立案审查调查？直接投到监狱里面去了。是好，所以看到习近平针对这一次解放军的内部做了一个大改革，那让这个张又侠现在看起来刘正立都落马。那可是现在也有传闻说，是不是接下来中国大陆的兵变会再起来呢？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哦。那现在有关于这一种流言，其实有2个不同的这个看法。有一个看法是说，包括你看到东西战区都已经转发消息啦，但是我们看到北部、南部、中部战区还有火箭官方账号是没有声音的。还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军中内部已经爆发了所谓的辞职潮呢？尤其是因为张又侠在军中的威望非常的高哦，那落马震惊了军队，引发了这个团处级以上的军方的这些军官非常的恐慌，所以引发了离职潮。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将军在军中多年，你怎么看？我觉得这很明显的就是一场权力跟人事的斗争哦，可能性是很高的。其实只要是人在一起哈，就会拉帮结派，这是免不了的。甚至于说是我们在外面政治圈上面也看到是如此嘛。谁是谁的人马，谁是谁的子弟兵哈等等，我们在台湾的政坛上面经常看到这种报道。然后我跟各位报告，尤其是军人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军队是要集体在一起打仗的，所以上下要求的是一心哈。我们讲说军人要有3信心，是哪3信心呢？第一个，你要信仰你的长官。第2个，你要信任你的部属；第3个，你要具备自己对自己达成任务的自信。这就是3信心。所以一开始我们到军中就要求你要信仰长官，你也要信任部属。那所以说我们在军中经常听到什么马家军啊、张家军啊，好等等，是包括我们台湾在内，我们台湾到现在也会经常说是，你是哪一个师出身的，他是哪个师出身的，就以前的部队。那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话，谁是谁的老板哈，你的老板是谁？你的老板这个上去了，你就有机会飞黄腾达。我想这是人性哈。那这次来讲，特别这个让我们感到，我认为为什么会认为说是有可能是人事的斗争在里面，因为是依据这个第31集团军的一个爆料。为什么特别强调31集团军？31集团军是谁的这种班底出身的呢？就是苗华跟何卫东哈，这2个已经被拔掉了。那这个爆料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对他的老板打抱不平，说你把我老板弄掉了，我现在就爆你的料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大家要知道，当初这个苗华跟这个何卫东哦，事实上是比较这个等于讲起来是习近平比较亲信的人马。那可能是有一些把柄哈，这个落在这个张又侠的手上。听说是他们收贿谁呢？收贿这个李尚福哈，所以让李尚福提名他去当国防部长，所以因此这个把柄落到张又侠的手上。那张又侠就告御状。跟习近平告御状哈，习近平不得已就挥泪斩马谡哈，把他们2个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张又侠当然剩下，如果说是这2个他的政敌被弄掉以后，军中的其实也算政敌了哈，军敌好了，对，被弄掉以后，他就独揽军中的大权嘛，又是副主委的身份，所以他权力过大来讲，就可能会对军委主席，也就是习近平。造成负责任制度的一个破坏哈，就是刚刚像这个赖老师所讲的，会不会就是架空的主席？有个公文到这边来我就批了，甚至尤其是在人事上面更是会如此的作为。那培养他自己体系的人马，利用这机会他培养出来。那当然对习近平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当然逮到你的一个机会，甚至于是不是有可能传说中是这个泄露了核武器的这个机密给美国哈，或者是说这个贪腐等等啊，总是你张又侠可能有一些把柄又落到了习近平手上。可是我觉得现在外面传说中会不会有兵变啊、政变啊，这些都不太可能的，因为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
如果要出事，早就出事了，不会说1个礼拜以后才出事。我觉得现在反而习近平他可能可以在军权方面可以独揽大权，对他来讲哈，他可以在这方面这个可以好好的对军事方面做一个整顿，然后做一个整肃。当然，有一些原来是这个张又侠的人马，可能一看我老板都倒了嘛，那我就干脆辞职，我就不干了啊，或者是说他自己本来也有一些把柄哈，在军中，他利用这个机会赶快辞职，赶快走掉。其实我们台湾也有这种现象了，有一些人可能这个有些把柄或者有些贪污的证据快出来以后，赶快辞职走人哈。那当然有些人认为说，我往上面发展，我老板倒了，我往上面这个再往上发展的机会无望哈，所以他也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就辞职走人。这很单纯，只是人性上面对自己的职务的安排一种的观念，但是我想说牵涉不到这个更深层的所谓政变啊这些阴谋，大概不可能。是，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有关于中东的战事，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美国跟伊朗现在持续的在对峙，而且已经被逼到一个快要到临界点了。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的各种武器都已经摆出来，大举的压境哦。那白宫也放话，这1-2天内就可能会正式的来动手。重点是包括了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内部它的披萨指数也不断的狂飙，在此刻呢，川普再加码，他说还有一支除了林肯号之外，已经在中东了，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川普说正在航向伊朗。我们现在来看，把这个武器也摆出来，包括了美军跟伊朗各自寄出了哪一些武器。林肯号打击群之外，还包括了各种的运输机，包括 F-15E 等等，还有 F-16等战机都已经摆出来了。再来就是 B-2 轰炸机这一系列，美军现在蓄势待发，伊朗。我们赶快来看到，除了这个弹道还有防空飞弹2000枚之外，年产能更是可以达到3000枚的飞弹，还有各种的飞弹都已经寄出来，无人机、无人艇，甚至是这个狼群快艇会做饱和攻击，还有它的智能化的全监控的系统，全部都已经摆出来了。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传出美国说的哦，在中东的事情，他们可能1-2天内就会动手，再加上披萨指数不断的狂飙，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吗？第2艘航母，川普说的美丽的舰队是否也很快即将到达中东？委员怎么看？美国要这个时候攻打伊朗，这个几乎是美国最好的时机。如果闪过这个时机，机会不大，因为现在是伊朗最脆弱的时候。它的通货膨胀啊，它的货币贬值，它的物价高涨，使得老百姓对于整个哈梅尼政权失去了信心。虽然哈梅尼政权使用革命卫队，用最残酷的方法杀害老百姓，然后来稳固政权，但是这个比清朝末年更糟糕，因为他经济问题没办法解决，老百姓过不下去。今天起义被你压制了，隔2天再起义，你看永远压制不完。所以这个政权是已经到了最脆弱的时候。那再加上他的民选政府跟他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基本上是互不信任啊，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要打击伊朗，它基本上不是去占领领土，它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要以斩首行动来除掉教士集团的头目，大概有30个，那除掉革命卫队的头目大概有50个，再加上有10个导弹机的弹药库，总共加起来大概90个目标。要除了这个90个目标，1艘航空母舰不够了啊，要至少要2艘以上。那现在会开战，也要等到2艘齐备，再演习训练一段时间，跟委内瑞拉一样，委内瑞拉那个菜的国家，他都布阵演习了好几个月，所以他可能会演习一段时间，让这些飞行员熟悉领空的控制、防空导弹的运作哈。再来就是说，情报到底收集好了没有？委内瑞拉当时在维也的时候也是在收集情报，哪一些人可以收买啊？哪一些人必须打击啊？哪一些人必须背革？这个情报要先做好。那但是对伊朗来讲，不只要做这个工作，还要了解到他要打击的90个对象到底精准位置在哪里。简单，
哈美尼到底藏身在哪里？如果哈美藏身在地窖里面，我要用什么武器直接把它炸死在地窖？这个都是在规划参谋作为的运作。那如果情报不灵呢，他当然就不会开刀了。如果情报很灵，就像说马杜罗这个美国已经是连他的卫队的队长都收买了，他就很有信心。知道他人在哪里，那也知道说革命卫队会配合，不是革命，他的守卫队会配合把他的古巴的警卫给干掉。那这个都部署好了以后，他当然就出击了。那现在这个川普就是重施故技，所以部署这些飞机、这些导弹。当然伊朗也不是无下阿蒙了但是可是问题是以伊朗的实力要达成反击的能量。我个人认为差距太远了，所以伊朗说有多少导弹啊，或者东西，那个吹牛的成分比较多。他说蔡总你怎么说伊朗吹牛呢？他不是打击到以色列吗？是的，以色列是假设不被攻击为原则，可是他被攻击的时候，伊朗的精准度显示有问题的那对于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被攻击啊？对，那我们正在看看有史以来第一次航空母舰被攻击会长了什么德性是那。如果美国航空母舰被攻击的话，那东方某小岛人就要闭嘴了基本是闭嘴了因为连说伊朗那么菜的导弹都能够打得到，那伊朗这么多吹牛，它有高超音速导弹绝对没有了。现在全世界战场上唯一出现的高超音速导弹只有俄罗斯的增速导弹，数据上被确认了。那伊朗绝对没有，为什么绝对没有？因为它没有固态液体的燃料它没有固态燃料，它怎么做出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觉得伊朗可能还在加油所以3000枚飞弹，都是地对地的，要打这个在海上目标，可能还有待检验。好，所以持续这个一样的问题，也请教将军。刚刚讲到说，有没有可能伊朗去打美国的航母？因为川普也说了嘛，现在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艘航母也即将要抵达中东了。那么，包括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如果进行饱和攻击的话，他会选择航母，还是可能会打美军基地或以色列？如果打航母，当然这威慑力会比较高嘛。从二战之后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过。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川普很明显的他只是想要借军事的压力对伊朗来施压，逼着伊朗再回到这个谈判桌上面谈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要求伊朗要这个解除他的核子浓缩铀的方面要解除掉第二个来讲，要伊朗撤除他的导弹，因为这2样东西对以色列是最大的威胁但是我觉得川普只是他会不会真的想动手？我觉得他就算他想动手，可能五角大厦那边会给他提供一个忠告，这时候动手不是很好的时机。我们从几件事情来分析。第一个，我们上次看到美国这个对伊朗动手它是最少它都部署了双航母那这次对于伊朗这种中等的强国，你现在只有1艘航母在那边林肯号，那川普在那边吹牛了。他说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美国的所有航母现在目前在部署中的有3艘就是这个林肯号，另外还有华盛顿号还有福特号，这都已经部署了，一个是在横须贺港，一个是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另外在作业中也就可以部署的只有2艘这罗斯福号跟布希号，可是他们现在的位置分别在美国的东西两岸。太平洋跟这个大西洋，那如果说要过去是可以，可是最少以现在来讲的话，从这个不管从大西洋到达这个阿拉伯海最少大概我认为最少10天以上的时间才到得了。另外有2艘是已经在部署完了以后，在阿兵哥在休假那2艘是李米兹还有卡尔文森号，另外还有3艘是已经在大整修的，有3艘雷根号、杜鲁门上次在这个中东那边被炸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撞船的那个，还被这个他飞机还掉到海里面，还有1艘是艾森豪威尔号，这都在整修之中。所以说美国能够动的航空母舰只有2艘，这2艘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往这个中东地区运动。
那第三个理由，我认为说是美国川普现在还不太可能动手，当然就是海湾国家不认同哦，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他们很怕伊朗对他们油田来做攻击，他们倒不是不支援美国，而是他怕他的油田被攻击。如果伊朗猫起来打的话，哈，这个不分青红皂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遭受池鱼之殃？所以这两个国家他就不愿意美国借用他的，你们打你美国自己去打，但你不要用我的领空，不要用我的基地，以免我遭受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伊朗可能打美国打不赢，但是打我的油田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看美军用兵这几次的用兵都是速战速决哈，他不管对委内瑞拉一天结束，上次去打伊朗也是一天哈，这个 B2 轰炸机飞进去，轰炸完以后，这个就当天就出来就结束了，他绝对不会限于一种持久战。我觉得美军有他们的智慧了。那这次如果说是你不能在这个速战速决，而限于一种持久战的话，就算是你可以把伊朗打到这个伤残或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说你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尤其是说你要担心这个伊朗。他不管他的无人机或者导弹再怎么样，对以色列、对你美军，甚至于对你的航母战斗群，都是很大一个威胁。那这个日子久了，时间拖久了，对美军来讲是不利的。是好，美军要不要动手，这考量到要非常多的条件。那当中，刚刚厉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沙乌地跟这个阿联酋这一次不愿意借他们的领空，除了是油田的原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等一下请赖老师来帮我们看。那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在派另外一艘的舰队前往中东，是代表现有的兵力还不够，可以镇压伊朗的意思吗？赖老师又怎么看？伊朗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很多啊。那你要去轰炸伊朗的话，最好的距离位置除了巴基斯坦，还有这个阿富汗啊，是在伊朗的东部啊。另外在西部里面有伊拉克、有阿联酋、沙特啊，在北部有土耳其。如果你要去轰炸这个德黑兰，你要去轰炸这个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那你当然要使用这些军事基地是最方便的。土耳其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土耳其这次已经很明白的说不可以使用我的军事基地，我的领空也不开放。阿联酋跟沙特也做同样的一个表示啊。那现在只剩下一个卡达的军事基地，可是卡达它距离伊朗很近，伊朗的中程的弹道导弹是可以攻击摧毁到这个卡达的军事基地，所以在对美军来说的话，已经把卡达的空军的军事基地的眷属跟非必要人员已经撤离了，留下的就是战斗人员。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要维护这个最近的空军基地的安全，所以它的萨德系统跟这个有关于这个爱国者导弹都已经进来这个保护。可是问题就在于，那你要从哪些地方来去对于伊朗进行攻击？现在被局限在只剩下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伊朗的西南部，这个对于伊朗境内进行攻击的话，一个航母战斗群就不够了。因为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个空军的连队，88架的战机左右，包括空中预警机、电战机。例如说，它有2款的 F-18，一个是咆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 F-18的强攻机。那另外当然它还有隐身战机在里面，可是这样还是不够，怎么办？他也把这个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也就是可以装这个鱼叉导弹的这个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也都派过来了，潜舰也进来了，因为潜射也可以用鱼叉导弹来对于，尤其是对伊朗进行巡弋的攻击还不够，所以一个航母战斗群再拉过来，就等于是有2个空军连队，这样的话就能够构成至少100多架。170几架战机，如果再加上地面的军队的话，200多架战机才能构成足够的威慑力。目前美国的军方，特别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官方的，他已经宣布，他证实了，在上个礼拜1月21号的时候，从圣地亚哥，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本来的驻守的地方是在圣地亚哥，他已经离开母港了。离开母港已经开始进行演练了，所以他开始往中东的地区来移动。但是问题是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他们不说。那是在1月21号，由太平洋舰队正式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演练。那如果说以1月21号，现在是1月29号的情况来看的话，所以川普所说的另外一个航母正赶往这个基地
赶往伊朗的阿曼湾，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即将快要到达了这个阿曼湾，那这样就构成2个航母战斗群对伊朗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态势。目前大家很早我们就推断了因为当时就已经推断，攻打伊朗，刚刚蔡委员有说，1个航母战斗群的战力是不够的，一定要2个航母战斗群。那原本我们就推断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的可能性是最高的。那以太平洋舰队的宣布、官方的公布来说的话，他们在上个礼拜就已经离开了，已经开始演练，然后不说它的具体位置，我们就合理的推断，确实这个川普所说的2个航母战斗群赶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这过2天它就出现在阿曼湾。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伊朗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一个打击。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打击的态势，可以造成一种军事上的一种我们叫做极限施压，来逼得伊朗跟他进行谈判。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讲，施压到一个程度，如果伊朗还是不谈判，那伊朗也采用针对性的一个方式跟你对抗，对于川普来讲，这个就赌很大了。所以我们看到股市最近波动很大，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川普会不会再一次的塔口。如果川普后来发现打起来，股市、油市那个重大的挫败，然后金价又往上飙涨，那还得了啊？那这个大家逃离美国的话，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会不会川普考虑到他的股市的震荡的问题，那干脆就这个高压的态势也被识破了，那也打不下去，就不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典型贴在这个川普的脸上了。可是如果一打的话，我们保证油价绝对会涨，股票绝对会跌，那这个会造成美国跟很多国家的动荡。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元跟美债这个时候双杀，全球是否已经出现了卖出美元资金大逃杀的这一种趋势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因为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2026年才开年不到1个月，金融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到一些风暴的前奏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几个指数，美元指数单周不断的暴跌，创下从去年4月以来已经是一个最差的表现了。包括可以看到美债跟美元都在同步走弱，现在资金正在逐渐的撤离美国当中。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这个是来自于巴龙周刊也特别说了，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他认为就是弱势美元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到来，而导火线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了。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最近地缘政治很动荡之外，包括川普在处理格陵兰的问题，他不断的用关税来胁迫这些欧洲国家，让这些欧洲国家也认为说美国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下跌，他们也在卖出美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结果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不管是股市在跌，或者是这个债市在跌，或者是汇市跌，避险资金现在已经逐渐的往其他的地方去流动了。各国现在买什么呢？买的就是黄金。波兰可以看到央行它增持了150吨的黄金，欧洲、印度、亚洲机构全部系统性的就是要把美债给减持掉，而避险资产现在呢也在掀起全球的资金开始往这个地方在不断的走。经济学家说一旦失控，如果美元持续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川普好像也没在怕，他认为说，美元就算上下波动，这也都是正常的啊。反而会不会有利于美国？我们在这边的出口的竞争力反而更加的好呢？那包括了知名的投资人，他也说了，全球资金他观察到正在撤离美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正从贸易战走向了一个资本战争，这是来自于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的发言。赖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卖出美国的一个风潮在全球兴起？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在移动但是它并不是说川普这1年内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移动。事实上是拜登时代就是拜登
的4年跟这个川普累计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早的导火线是来自于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跟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的非法冻结跟没收，我觉得这个引起了很多国家他内心里面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跟不安。首先，他们把俄国赶出 SWIFT， 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国家就开始去另制一个避风港的一个系统，也就是本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数字化货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另外的区块链的问题，来去回避这个 SWIFT 的影响力。所以等于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 SWIFT 的影响力在往下降，它的份额在减少。那么本币交易的这种清算银行的机制在建立起来，区块链的建立的机制在建立起来。所以事实上是美国他们当初去把这个 SWIFT 这一个本来是一个经济工具，把它政治化、安全化之后造成的后遗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把俄国的海外资产冻结，这个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对美国。所以你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俄乌战争冻结开始，中国大陆就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开始抛美国政府公债，就不断的在抛，那么一部分一部分的在抛。中东的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富豪，很多他们也做同样的动作，都在抛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就是说买一些美国政府美国私有企业的资产，但是在抛售美国政府公债的情形下，他们在做移转。第三个，他们的动作，这个就是蔡委员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增持黄金，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就开始发现，就是说，如果经济的动荡不安时代来临，那金本位制当时也是俄国的金本位制帮俄国度过的那个难关，那大家就会去核算我的黄金的储量够不够。那如果你不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那你本身的风险就升高了。所以很多的国家开始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在增持黄金。可是又由于美国他们去没收冻结别人的资产，他们对于美国把黄金放在美国、放在欧洲又不信任，他们要把它搬走。那像中国大陆就在上海成立一个黄金市场，就是黄金我不放在那边了，我要搬回来运走，这个会对于欧美的国家，对于离开美国，当然就构成影响了。所以您所提到的有关于大家都在走的时候，再加上川普上来了以后，川普就成为推倒这面墙的最主要的推手了。因为第一个他的关税，第二个他的胡作非为，然后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大家对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未来，然后不看好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政府的公债不断的在抛售，原来就大陆嘛，可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是看日本，如果日本也守不住的话，那大概美国就完了。因为日本是最听从美国的，也最怕美国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日本为了要救自己的日元，开始在抛售美国政府的公债，然后开始要把这个钱拉回来救日元的时候，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终结日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连日本都走的时候。那欧洲的国家，你要看欧洲其他的国家走的幅度有多大。现在是丹麦走第一步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要大国出来走才有效。对。那欧洲的大国如果出来走的时候，这个才是美国政府美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趋势是有了，但是你说要把美国推倒，到目前看起来还不到了。但是要这些大国都站出来才有效。是，那同样的问题，委员又怎么看哦？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真的不断的出现弱势美元、卖美债美元，这后果不堪设想。委员怎么看？都不会。我一再鼓励呼吁中国大陆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金融强国。不要只是制造业强国，什么世界市场、科技强国，少了金融强国，你就是不是强国。美国最强的就是它的金融强国，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没有敌手。为什么？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大陆去年非常开心，我也很高兴，就是它的贸易的顺差1兆2000亿，对美国贸易已经降到了15%以下，它全世界的贸易顺差还1兆2000亿。可是不要忘记，这1兆2000亿啊，1兆。其中的1兆都是用美元收入，
它不是用其他货币收入，不是用人民币啊、日元，都是用美元收入。那你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把这个1兆美元的收入，只是一部分放在口袋，其他散在银行、散在民间、散在外销企业里面去。那你为什么不买别的？你为什么不收黄金？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它的银行系统加证券市场加起来所构造的一个金融强国，目前无可取代。啊，那你说中国大陆出口了，你说出口到印度，我拿印度币，你敢吗？啊，我出口到欧洲，你敢拿欧元吗？啊，你出口到日本啊，日本拿一点，最好还是拿美元，对不对？啊，跟台湾买东西，台湾一定跟你要美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成为金融强国，是我对他们一个期待。好，但是美国作为金融强国，短期内没有人可以取代它。就是那你说美元会不会波动啊？它的韩洲美元只是单周暴跌，它跌多少？5%，就是单周暴跌。对，我们那个新台币蹦一天都不止5%了，还被我骂得臭头，对不对？好，那再来哈，这个美债跟美元是没有关系的，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货币，最大的储蓄。虽然大家在抛美元买黄金，量还是很少。如果全部美元抛的钱买黄金，像黄金不知道应该1盎司至少是10万块美元吧？恭喜啊！就是还没到那个行情啊，没有那么多，就开始人家准备而已哈。那这个资金美债是因为美国要赤字那么大，川普要花那么多钱去搞国防啊，那就要印钞票啊，要卖公债印钞票，那公债当然跌，利息当然上，可是他就要换联储会主席，要把这个利息压下来，就要印钞票啊，那印钞票美元就更跌，所以这个绕那个循环，那会不会倒？不会倒，所以刚才赖教授讲，他就是不会倒啊。那你说资金正撤离美国，哪有撤离美国？中国大陆整天收那么多美元啊，现在全世界收美元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啊，他美元买了，他该怎么办？就是要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管理。那我要不客气讲，中国大陆现在的金融管理能力跟美国还有很大的距离。那科技已经慢慢赶上了，就是在金融管理这一块，那是谁耽搁了呢？平常心讲，就上一届的央行总裁、央行行长，那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金融系统该升级的时间给耽搁了。当然，可能跟他们那个整个国家领导人不懂金融体系，那一直以为我制造业才重要，好像去金融业上班啊，就是赚大钱，可是又不用努力的啊，这两码子事啊，这两码子事。你在金融界你就被人打扁脸嘛，所以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资金不会撤离美国啊，只要中国大陆继续收美元，怎么会撤啦？没有人会撤啊，对。那你说弱势美元？美元弱势强势有一定的幅度啊，有一定的幅度哈。然后说世界从贸易战走向资本战争，这个乱讲。贸易战还有关税什么东西？那什么叫资本战争？你要给我买货物，我不收美元，是叫我收什么？对不对？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你说好，我拿美元，我只是不买美债，可是我要买什么？钱还放在美国银行里面啦。还是存在美国银行里面收利息啊，或买企业债券、买理财产品、买 ETF， 只是不买美国政府公债，那你要跟我讲笑话吧，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危言耸听。还有那个经济学家什么 Weinstein 我没听过，他是个漏收银行一个小银行的经济学家，一旦局势失控，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已经局势早就失控了，后果不怎么样，美国股市照样涨。好，所以一样的问题，请教厉将军，就说到这个美国股市照样涨，但是国内的实体经济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厉将军。最近这段时间黄金疯狂的涨去年涨了64%，今年才1月还没结束嘞，就已经涨了快20%这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风还挺大的。那这个妖是谁呢？我觉得就是川普。那不就是你川普这一段，这个从你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之后，这一番的操作，然后让整个美元走向贬值，那当然就推升黄金向上那我认为这个会造成黄金这一波的涨幅当然第一个是跟这个美国，你跟这些盟邦国家，包括你这个要攻打、要强占格陵兰，还有你的关税政策把所有盟邦国家都得罪了。虽然说短期之内这些国家对你来讲经济上面可能也伤不了你的这种要害可是
等到大家都共同有这种理念的时候，那所谓有一句话叫墙倒众人推。我们现在看到丹麦，它虽然说是抛售美债，只抛售1亿美金哈，虽然说金额不多，可是会不会起一个带头、一个风向的作用？第二个，美股现在在涨，我认为涨的大概都是科技股为主了哈。最近这段时间，包括 NVIDIA 啊，或者是说一些科技股，主要是他们在大涨啊。对于民生来讲，其实不会有太大帮助。第二个，美股会涨，代表的是我认为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哈。什么人才会去买股票呢？当然是有钱人才会去买股票嘛。我记得 SARS 那段时间，美国这个大撒币哈，那补助那些人的钱以后，有2种人，一种就是我只是这个租房的人，我收到钱以后，我当然就赶快把我房租还掉。那房东他除了收到第一笔美国给的钱之外，他又收了房客给他的钱。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多了钱放哪里？他就去买股票。我觉得美国股市涨跟这个有关系，跟他这个大印钞有关系，跟科技股飙涨也有关系。因为总是钱就这么多嘛，那为什么都跑到美国去，都跑到股市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基层民众是怎么样过日子。我觉得美国很明显的哈，它大概90%的财富哈，集中在10%这个金字塔高端的人，那这些人在炒作股票。事实上，后面的90%，我们看到美国基层的民众有很多生活是在斩杀线之下哈。对，万一一旦他这个生活面临了困境，譬如说他要看病就医，要花到他们斩杀线指的是400块美金，要花超过400块美金，他可能房贷就交不出来了。可能人生立刻从一个正常生活跌落到变成一个游民的阶态。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美国股市涨这表面现象，你要看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他们生活还是在这个斩杀线的边缘，在那边讨生活的。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是科技战。黄仁勋这一回终于是等到这个习近平点头了，中国大陆已经批准了 H200可以做进口。今天会关心这个议题之外，还有就是天数智星亮剑，2028年说它的性能可以超越辉达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看到辉达执行长他换上这个特别的服饰，特别到了中国大陆之后呢，除了出席在分公司的年会之外，大吃各地小吃，买糖葫芦啊，吃火锅等等，来展现平易近人的一面。但同时，他也不断的努力推销他的辉达的产品，他的晶片。因为这2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讲了非常多，他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已经腰斩了。尤其是他非常担心的就是 H200的晶片。当时中国大陆一度是拒绝放行的，而且当时还说非必要的话是绝对不可以进口的。但最新消息是呢，是终于可以采购了。28号，中国大陆终于首度的允许说，可以了，批准首批的 H200晶片可以进口到中国大陆了。那现在是说呢，中国科技3大巨头都已经寄出了申请要买 H200，分别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跟腾讯等等。那最新消息也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的科技大厂合计下单的数量是超过200万颗 H200的晶片的，远远超过目前辉达它的库存量。问题是中国大陆为什么要突然间开放 H200？ 那是黄仁勋成功说服了，还是中国大陆有自己其他的考量？委员怎么看？当然是中国大陆自己的考量啊！我一开始就是说那些说中国大陆不买 H200的不正确的消息，我说他一定会买，所以他也买了。我的理由在哪里？就是说中国大陆的 AI 的模型的发展速度是快，已经跟美国不相上下了。你不管是阿里巴巴的这个千问模型，字节跳动的或者腾讯的，平常心讲，他们的 AI 的这个算力的需求是大增，所需要的晶片的速度量非常大。那你如果说要苦苦等着晶片上来才只准他们去设这些算力中心，那你不是砍他们嘛？砍他们的发展力量。那中国大陆为什么可以去否决说不准买 H20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国大陆自己做的东西跟 H20差不多啦。所以你要做 H20运算你不买升腾啊，
我买的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啦。哦，什么寒武纪啊，还是什么天数智新啊，就这个凑合凑合也差不多 H20的效能，而且比较便宜啊。那你可是问题，当你要提升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那个大语言模型已经内卷的超乎你想象。那个互相杀法已经，那个连 DeepSeek 都快赶不上，我 DeepSeek 赶不上阿里巴巴，坦白讲，我很讶异啊。可是事实上已经出现了，阿里巴巴是真的狠起来这个大资本大投入去搞了而且它 AI 发展的很成功，那字节跳动也不遑多让啊。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美国内卷的很厉害欠的 GPT 快被 Google 给打趴了，我2倍也斗得很厉害啊老是会有几个巨头在那边抢这个 AI 的那个大模型的市场，那大模型后面就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后面就是晶片。那你如果晶片赶不上来，你使得算力中心的成长缓慢，就使得你大型模型成长缓慢。那中国大陆的官方一定要去做平衡嘛？那他算一算，我要赶到 H20可能要5年，那我这算力要慢5年吗？当然不行啊。H200 当然进来了嘛，就让它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性思考。你看中国大陆官员是全世界最理性的决策者啊你他一叫不划算，他马上改。那他怎么不可能硬刚啊？没有那么笨啊，对，因为他要负责这个产业的发展，他才不会干这种事。我中国大陆最笨的是在金融业而已啊，不是在这个科技业。科技人才都很优秀，科技官员都很优秀啊。那所以准许他们这些大头去买 H200是真的，那一些小单位的你随便国产的买一买就好了，你不需要用那么高档的所以我认为很正常。那你说那个已经下单 H20还不能买啊，所以20给它整一段时间，那个是备胎用的而已啦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天数智新我要很客观的讲，中国大陆做 GPU 的技术还远远落后于辉达，还在努力，他们现在只能扮演一种补充的辅助的，就说哎呀，辉达的晶片缺货，我用中国大晶片来挡个几年，是来是这种要供。那你说要天数之星，当然他可以，我觉得他有这种愿景理想很好但是也要注意说你的这个技术进程跟人家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是不能吹牛不能吹牛因为全世界懂这种科技的人很多我也只是一点皮毛而已，我都能够做出这个判断了再来就是他现在到为止还做14奈米而已因为什么？因为中芯国际腾不出空间帮他做什么7奈米了，他现在生产做14奈米，所以他整个设计也好，各方面他的策略是说我不做手机的 GPU， 我不做游戏机 GPU， 我专做 AI 的 GPU， 这个方向是对的。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的技术档次还没到那个地方，所以要取代辉达，还要再接再厉。好，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放行进口 H200其实是有策略性的，除了是说，这一次开了一个大门放行之外，也跟这些企业讲说，你们未来就是说买多少 H200，你们就要买多少中国大陆自己本土的 GPU。那确实现在其实在大陆的 GPU 的选择非常的多，卢委员帮我们看到了非常的内卷。我们看到画面上有哪一些？除了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市占第一的华为之外，其他还包括了寒武纪阿里巴巴、百度旗下的晶片，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图，CG 最近上海出现的 GPU 4小龙，特别关注到这4家，包括了摩尔线程、天数智新跟木犀等等。另外，天数智新也推出了这个他们的一些产品，说把辉达当作假想敌，并且也设下了从2026到2028年的进程。他们说2027年他们其中一个架构就要超过 Blackwell。辉达的 GPU 宝座可以维持多久呢？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目前来说，他们的估计2026年就今年了他们的自制力大概可以达到80%，这是他们的目标，就是说自己满足自己也可以到80%。那所以进口的就是20%，这个就是辉达的 quota 这是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大陆目前的一个策略因为由于他在电动车的成功，他很清楚的知道，先让你战国时代就是百家并起。然后内卷，然后内卷的情形下的时候，每个人都拼了命在做，那拼了命在做，最后一定会有异军突起的那几家企业，然后再接着开始进入这个就从春秋到战国，然后再开始兼并，然后就有些公司就被买走了，然后就一下扩大，最后只留下几家企业。这个就是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说，他们采用的这种战略。
大概也是跟车辆的情况是一样。那这个方式在大陆目前，那就是每一个就是想办法要成为最强的一个霸主之一嘛，或是一个大的这个霸权国家。那如果能够成为几雄并争，这个对大陆来讲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我觉得国家的政策是怎么来帮他们，或是怎么来支撑他们？除了创造这个环境跟土壤以外，因为美国对于晶片，它用政治力的介入，那也就给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也可以用政治力量来介入了。所以晶片在中国大陆来说，已经不再是市场机制了，也就是不是你国内需要多少，你就可以从国外进口多少。那你美国肯卖，中国大陆还不肯进呢。那换言之，也就是说，那也就是根据需要来看，那也就是我以发展国内为主，然后我的国内的数量能不能供应得上？现在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H200相类型的等值的产品，中国的数量供应不上，我就让你进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功能性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的高，那缺口多少，我给你多少时间，你还没做到。那这个时间里面，我可以少部分的进来，所以我觉得变成中美一个是管制出口，一个是管制进口，那就都在 AI 这个领域里面来厮杀。我个人的推断大陆把 AI 视为是国家未来生存发展的重要的产业之一，所以它不可能在这个部分让美国赢中国，所以中国一定会用国家政治的力量，然后至少跟美国并驾齐驱，如果最好就把美国打败。好，这个是在科技上面、晶片上面的发展，但是美国议员还有一个担心的事情，就是说辉达晶片会不会卖给 DeepSeek， 用在未来给解放军使用？那厉将军怎么看？因为中国来讲那时候 DeepSeek 它用这个低成本但是高效率做出来 AI 的这种大数据的模型就引起美国的担忧，怕中国在 AI 方面技术可以跟美国不相上下，甚至于超越美国。所以美国在众议院里面有一个委员会叫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就是穆内纳尔这个人他特别提出这方面的顾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这个辉达将这个晶片卖给 DeepSeek， 会不会 DeepSeek 协助中国军方来发展 AI 技术？可是这方面来讲，辉达特别做出以上的声音辉达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他特别怎么讲呢？说是中国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这种本土化的晶片这个本土化晶片当然现在更多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摩尔线程等等，所以他不需要用到美国的晶片，甚至中国自己还有备用晶片。他觉得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那因为如果说是美国军方会使用中国技术，大家认为可不可能？我们也认为说是不可能。